作为德云社卖票第一人，岳云鹏究竟享有何种地位？年初的时候，我师娘给了我几个城市让我选，她让我看，说你想去哪个？挑几个演出场地，对，想去哪个城市？都知道德云社一切演出归栾云平所管，岳云鹏却不一样，他直接跳过栾云平与师娘对接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他有优先挑选演出地点的权利，也就是岳云鹏看不上的演出地点，才轮得到其他弟子选择。不仅如此，岳云鹏刚刚成名时，想要一辆车，师娘立马安排，丝毫不在意当时的岳云鹏是否有能力养得起这辆车。而换车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，就想换车。后来我师娘给了我钱，让我去买了一辆新车，然后回来，加油的钱都没有。现在想想真的又傻又飘。2015年，岳云鹏受邀参加第2次春晚，师娘得知后再次给他特权，穿刺绣大褂上台表演。要知道，在这之前，整个德云社只有郭德纲、于谦2人才有资格穿刺绣大褂。突然对岳云鹏破例，由此可见师娘对他的偏爱。毕竟张云雷都在舞台上吐槽，德云社有资格穿大褂的只有岳云鹏。然而不仅是师娘，郭德纲对这个宠徒也非常疼爱。德云团综中，每次郭德纲开会都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每个徒弟的缺点，唯有岳云鹏让郭德纲进行评价的时候，直言没有任何缺点。岳云鹏的缺点是吧？可以改进的那种。其实现在啊，咱实话实说，你还真是没什么缺点。哎呦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要知道，这可是连栾云平都望不可及的评价。当团综里其他师兄弟还在为游戏竞技时，岳云鹏却能和郭德纲、于谦坐在一起，共同看大家玩游戏。烧饼看不过去找郭德纲告状，得到的也只是郭德纲一个不置可否的微笑。咱今天不一共10个人吗？那怎么就有1个人就不参加我们这个集体活动呢？那个人的名字叫岳云鹏，是不是？他也是您徒弟，我们都是徒弟，怎么他们就得做一个 NPC 的角色？不怪烧饼如此嫉妒，实在是岳云鹏享受了太多的优待。每次德云社有大型活动，岳云鹏都是那个紧跟在郭德纲身边的徒弟。德云年会时，岳云鹏更是那个唯一一个可以坐在主桌上的徒弟。果然，儿徒爱徒都不如一个宠徒。所以最早呢，就是跟着什么栾云平他们，后来跟着岳云鹏。其实能收徒弟的还就是这几个人啊，其他的包括你说烧饼也好，谁也好，可能也有徒弟，都小，还是这么先说着，离着真正意义上的收徒弟啊，还早着呢。连烧饼这样郭德纲看着长大的儿徒都没有资格收徒，岳云鹏却与栾云平、郭麒麟并驾齐驱，可见他在德云社的地位。2016年，刚刚而立之年的岳云鹏在师傅的安排下收下3个徒弟。虽然说当时岳云鹏已经小有名气，但还是因为资历的问题遭到外界的一片质疑和谩骂，说他是误人子弟。然而事实证明，郭德纲看人的眼光没有错，岳云鹏确实称得上一句好师傅。后来我师傅说你不要老问我要钱了啊，问你师娘要。没想到我师娘更大方，你知道吗？我师娘随便拿。随便拿，根本不接受。除了在生活上尽心照顾这些徒弟外，在业务教学上，岳云鹏也下足了功夫。现在不管是尚小菊还是刘晓婷，都在相声界闯出了一番成就。甚至于身为小师弟的徐小竹，也因为助理的身份被网友所熟知。特别是近几年尚小菊在钢丝节和跨年演出上的表现，给岳云鹏赚足了脸面。我的上联是上，对，我给你对小菊。小菊，对，小菊是个什么东西？小菊是你的宝贝呀！都说尚小菊是岳云鹏徒弟中学得最像的，其实除了耍贱卖萌的表演风格，尚小菊的临场反应能力也一点不输师傅。钢丝节上的几次现挂，连岳云鹏都险些接不住，为此就连郭德纲也忍不住当众夸赞：这个尺寸我看着就痛快。才是好孩子，哪儿看哪儿痛快，怎么都好。行啊，岳云鹏有这么一徒弟，我很高兴，这是见门有后啊！一句见门有后，夸的不仅是尚小菊，也是对岳云鹏师傅身份的认可。尚小菊的努力不仅得到了相声同行的一致认可，就连娱乐圈的一些大佬也毫不掩饰对尚小菊的喜爱之情。比如说刘德华就曾告诉郭德纲自己很喜欢尚小菊，并且还叫着尚小菊一起吃了顿饭。除了教徒弟本事，岳云鹏护犊子的本事也堪称一流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叫侮辱人，知道吗？那怎么说？这是我们俩徒弟，怎么了？再给你20，你老狗吗？这什么你？你别，可以了。回去我给你捏碎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们俩给你捏碎了。岳云鹏有多护徒弟？彼时郭德纲带着徒弟在游轮上打牌，只是这副牌和其他牌不一样，里面都是参加过团综的德云社演员。其中栾云平和孟鹤堂为了赢对方，就甩出了高小贝和刘晓婷2张牌。就在他们谈冠相庆，没人能治得了这2人的时候，张九南却拿出
出了包头大哥和一张狗的卡牌。看到对方如此侮辱自己的徒弟，岳云鹏瞬间拍桌子而起，大有与张九南等人大干一架的仗势。看到师弟如此给力，栾云平也不敢落后，在旁不断的煽风点火。都知道德云社演员向来护犊子，岳云鹏也不是第一次替徒弟出头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说现在可红了是吗？郭德纲诧异刘晓婷为何会站在这里，要知道这是郭德纲于谦的专属镜头。刘晓婷一句师傅让我来的，瞬间明白岳云鹏的用意。然而这也不是岳云鹏第一次帮徒弟抢镜头了，之前郭德纲和徒弟开会的时候，他就时不时提及徒弟的名字，惹得郭德纲都直接吐槽可以了可以了。除了护徒弟，岳云鹏对师弟也同样操碎心。一次节目中，孟鹤堂、周九良与老前辈张博鑫进行比拼，最后评分环节，郭德纲非常为难，一队是自己的徒弟，另一队则是自己的旧相识。看出师傅为难的孟鹤堂就提议让现场观众打分，只是孟鹤堂话还没说完，张博鑫提出退出比赛，把决赛名额让给孟鹤堂两人，这直接气哭了孟鹤堂。要知道，以他的实力完全可以晋级，根本不需要让。郭德纲虽然很气愤，但不好说什么。但是作为师兄的岳云鹏看到师弟受辱，直接杀进决赛，当众嘲讽对方。但是今天在座的各位有资历比咱们老的，哎，这有对不对？有倚老卖老的，谁呀？不知道大家喜欢这样的小岳岳吗？